好，今天軍事重磅特別來關心，解放軍的轟6K 是掛鷹擊來巡航黃岩島。另外一方面，同樣在南海這邊，福建艦則是下南海組建了它的航母編隊，說在今年預估呢就可以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戰力。解放軍在這個時候秀出實力，是對台海、南海隨時都在做備戰嗎？今天就有這些議題一起來做關心。好，3個火線話題，今天請來賓幫我們特別做解答的，就是有關於轟6K 在巡航黃岩島，目的是什麼呢？威嚇美國的航母，還是向台海、南海同時做一個警告呢？第二件事情，我們今天特別要來關心到是福建艦在成型之後，它現在會搭配有許多的武器，不管是055或是歼35隱形戰艦等等，或者是這些空警600預警機，再加上反艦彈道飛彈的體系，中國真的能夠壓制美國航母掌控南海的主權嗎？最後來看到的是，同樣是在第一島鏈南海這邊，菲律賓則是拉攏了美國跟日本。另外一方面，他們也推動軍改，真的能抗衡大陸在南海的勢力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的來做解讀。好，我們今天特別要來關心在軍事上面，尤其是轟6，因為這個正義使命軍演期間呢，大陸派出了多架的轟6，那它上面其實可以裝這個鷹擊12反艦飛彈的，巡航在南海這邊的黃岩島。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大陸在這個南海的動作非常的多，去年12月的時候，也在南海這邊部署了非常多的軍力跟武器哦，出動了包括了055大區咸陽號、054A 這個，還包括了衡水號跟大理號、056A 型的護衛艦等等。所以呢，節目一開始我們要來特別請張將軍帶我們看有關於為什麼這個解放軍在對台演習期間特別放了這個轟6K 來巡航黃岩島的目的，是針對美軍包括他的林肯號戰鬥打擊群的一個警告，還是他要特別強調他在南海、台海的強大戰力？這個有3個特性，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中共這個布陣呢有3個特性。第一個，它是要展現它不對稱作戰的優勢。那它為什麼這個林肯號的航母打擊群，美國放在南海，它為什麼山東艦、遼寧艦或者是福建艦不出現？它不要航艦對航艦，航母對航母，它不要。它現在把055也好，還有動54A，還有動56A。還有055大區編這個戰鬥群，加上搭配空中的轟6K，它變成海空一體，針對的就是這個林肯艦的航母打擊群就夠了。它不要航母對航母，航母打航母那是對稱作戰，那它不要，它不對稱作戰，拿自己的優勢來攻擊敵人的弱點，因為航母目標顯著的話，還不止，它只是展現了海空兵力而已，還沒有展現它的彈道飛彈也可以針對航母，尤其我們講東風21跟東風26，也可以針對航母。航母最怕的就是飽和攻擊，那飽和攻擊，這剛好055大區動54是負責制空，動54A 負責制空，那動56A 啊是屬於輕快兵力，因為它不到2000，但是輕快兵力它是負責帶着艦對艦的飛彈。是去打，所以看它整個搭配哦，有制空的，有制海的，還有空中的，大家搭配鷹擊120，由轟6K來掛載，也是對的海打擊，那就知道哦，這是對海，有對海，有對空，那第二個特色在哪裡？第二個特色是展開雙開戰場，雙開作戰，在這個正義使命的在台海在動，同時南海也在做，因為台海是屬於東部戰區的。那黃岩島啊，或者這仙賓礁或仁愛礁，這屬於南部戰區的，那不是東部戰區在做，然後南部戰區一樣，對黃岩島、對菲律賓把它看住，把這航空母艦看住，雙開戰場。所以中國倒有這一個，東部戰區對這個，南部戰區對這些，所以它是可以同步進行。這個雙開戰表示它有後勤，還有防空作戰，還有這方面充裕的支持的能量，可以雙面進攻。所以他那麼說，他專心只要搞正義使命，不要這個也繼續來實施。雙開戰場是這個特色，來這次來做驗證。第3個，我認為是黃岩島，我認為中國大陸在2026、2027準備要開發，事前的作業可能要開始要做了。那換句話說，既然要事前作業要開始做，因為它是國家海洋保護區，國家海洋保護區，那這些相關的軍事上的作為都要開始要部署，更要積極。更要在这一方面呢，做一些決心的展示。我軍長，我的兵力就在這個地方，你不要在那邊做測試了，測試3年了，從2024、2025到現在2026，都一樣一以貫之，不會說菲律賓
有任何的軍事動態，或者美國有任何挺菲律賓的航空母艦在這邊，我也要展開行動。所以我都認為有整個跡象來展示的來做推估，中國大陸有這一方面的要準備要開發的這方面的動作的跡象出來，表示他的決心是很強烈的，動作是很持續的，不會說很間歇性，我很持續。那代表說這些徵候就是要準備來開發黃岩島。好，剛剛看到的是中國大陸在南海這邊針對海上還有它的空中的戰力。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今天也會特別來關心到的是解放軍它的最強戰力之一就是福建艦。現在是說預估在今年它可以形成一個完整的戰鬥力，並且它已經入列在南海的艦隊當中了。那軍事專家是這樣說的：它如果未來所謂擁有這個完整的戰力，它會包括它擁有055萬噸大驅、052型的驅逐艦，還有054型的護衛艦、下水前艦跟補給艦。那福建艦上面也會搭載各種的戰機，不管是殲35、殲15T、殲15DT、空警600等等，能夠壓制美國的航母打擊群嗎？酈將軍怎麼看？我們講形成戰力哈，一艘航空母艦從去年福建艦從去年11月開始正式成軍哈，到要形成完整的戰力，這中間有很多個過程。第一個，它要先完成所謂的專業的戰力。什麼叫專業戰力呢？也就是分別組合，比如說是飛行員，他要有飛行員會飛會戰的戰力哈。比如說是這個艦艇上面的勤務人員，他要懂得去怎麼裝彈，給飛機掛彈，升降機他要會操作。那電子戰方面，他要會操作電子戰，甚至於船只的操艦操作這都是屬於專業，各有各的專業。所以第一個動作，他要完成各部門自己的專業戰力，要先完成。當這些專業戰力完成之後，第二步他要完成組合戰力。什麼叫做組合戰力？也就是這艘航空母艦它能夠組合在一起戰力。哈，這個裝彈的，它很快可以把飛機這個停在裡面，把彈掛上去，然後將飛機彈射出去，然後這個雷達那邊也很快可以掌握到這架飛機的所有動態，指揮它去作戰，然後艦艇它也可以配合這個戰機的運作哈，轉到它所需要的方向來，不管是接收飛機或放飛機，所以這叫做就是一艘戰艦整體的叫組合戰力。組合戰力完以後，所以完整戰力不是光戰艦就一艘航空母艦能夠作戰就要能夠作戰，它必須要形成聯合作戰戰力啊。聯合作戰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它必須要跟周邊的所有航母戰鬥群彼此都能夠協調一致，包括跟055大驅跟這個旁邊的054護衛艦，甚至於跟水底下的潛艦，他們要能夠發揮整體作戰哈。這樣的話才能夠達到1+1大於2的戰力。那如果照這樣講，就不是1+1大，1+1+1哈，可能是大於10以上才會發揮戰力。那現在以福建艦，我如果說明年來，你看它部署的位置是在南海，我覺得以解放軍部署，它非常重視南海，因為北部戰區大概只有遼寧艦1艘，東部戰區是沒有航母戰鬥群，甚至最近才有1艘055大驅編進去。但是我們看到南部戰區，它不是有2艘航母戰鬥群，還編制了很多大型的055大驅，還有各項的巡防艦、護衛艦。可見呢，中國大陸將南海視為它主要的一個這個制海的一個區塊。那為什麼是這樣？因為美軍會從這邊這個從蘇祿海或者從巴士海峽經過這邊以後經過馬六甲海峽以後才能夠往東邊走。那中國自己本身的石油運輸的路線也是從馬六甲海峽進來以後，經過這個地方運輸到中國的各個省份去。所以對中國來講，南海是它生命線的一個重要一個樞紐地方，是一個脖子一個頸椎很重要一個位置，所以它會將南海福建艦放在這邊。那至於說福建艦將來成軍以後，可不可以跟美國的航母戰鬥群有沒有形成對抗的戰力、對峙的戰力？我覺得一定是有的。雖然說大家會認為說是福建艦只有8萬噸，那這個美國的福特級或者是尼米茲級少則都10萬噸以上，不管是艦載機的數量或者是核子動力來講，這2個方面可能遠遠落後於這個美軍的航母但是中國在這個地方，它有整體的一個戰力優勢有在地優勢，包括我們剛剛講的，它空中它有轟6可以掩護，那這個地方它海底的地形它非常熟悉，潛艦作戰它絕對具備絕對優勢，還有它可以以陸制海
我們看到不管是鷹擊21、鷹擊17哈，這種所謂航母殺手，它可以以陸制海。所以它這個地方，你不能說光靠一艘航空母艦。那如果说將這些因素加進去，我想這綜合整體的戰力是足以在南海地區跟美國的航母戰鬥群做一個實質上的一個對抗。好，所以我們看到，那在這邊南海的國家第一島鏈菲律賓，看到中國大陸的這一切都看在眼裡，他可緊張了。所以其實菲律賓早就已經開始也強化他在南海這邊的部署，從2013年開始展開的這個地平線。這個是軍事現代化的計劃，那它也增加了很多的武器，不管是這種輕型攻擊機、現代化軍艦，或者是陸軍的打擊部隊哦，這是在武器面。那他們也強化跟這些其他國家的合作，包括了美日澳、紐加，建立戰略夥伴關係，還有軍事互訪，要對抗大陸。但是問題是，菲律賓自己內部也有許多貪腐的問題，真的能夠抗衡大陸的這個南海的施壓嗎？委員怎麼看？對，我一再的強調過，菲律賓根本就是一個跳梁小丑嘛，它就是一個那個狐假虎威的狐狸。所以如果那個老虎不在後面的時候，這個狐狸再怎麼蹦跳，其實它所能夠產生的威嚇效果都還是非常有限的。在大家眼中，你就只是一個小丑型的笑話而已了。那你說菲律賓現在要組建現代化的軍事力量哦，可不可行？這同樣的狀況，就像我剛才講的委內瑞拉，跟伊朗是一樣的。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組建？你從最近開始組建。對，那你最近開始組建，你就算買得到裝備，你也要嫻熟，你也要能夠互相協同，然後你也要有一定的戰術。這些東西不是在這個1-2年之內就可以培養得出來的。那你更不要提到說，今天菲律賓自己內部貪腐問題這麼嚴重。不要講別的，還先不要講中國大陸有沒有跟這個菲律賓在南海衝突了，就光講一個海鷗颱風好了。一個海鷗颱風來了之後，你就發現菲律賓當時砸大錢所做的那些防洪工程，全部都是豆腐渣工程的。這就是菲律賓現在的狀況啊。那你連一個防洪工程都變成豆腐渣工程了，你現在告訴我說，你花大錢去買的軍事裝備，真的可以發揮到戰力有效果嗎？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打一個很大的問號啦。這個委內瑞拉跟伊朗目前面臨的狀況都是一樣的。所以剛才我們在討論說，伊朗有沒有可能扭轉？只有一種可能，除非中俄參戰嘛。中俄如果不參戰，伊朗要扭轉很辛苦。菲律賓有沒有可能跟中國在這個大陸在南海真正的來抗衡，真正來較量一場？除非美國參戰。否則的話，你就說光靠這個菲律賓自己本身的實力哦，你在南海跟中國大陸展開任何的衝突，根本就是一個以卵擊石的行為啊！所以這就是你看到說，菲律賓到現在為止，他只敢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去試探、去挑釁，甚至他連這個軍方的力量都不敢正式的出動，以免造成中國大陸方面的誤會，給中國大陸借口。他現在只能夠說，我只能夠在南海不斷的騷擾你中國大陸，然後跟美國老大哥示好，說你看我達到了騷擾的任務。但是你說真的要靠菲律賓在這個南海跟中國大陸對抗，這完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